接到苏维的电话，我正和几个朋友在川西徒步。陈浪，明天我就结婚了，以后我们不要再联系。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，留我站在四川的某座大山里，欲言又止，风中凌乱。几年的感情就这样潦草地画上句号。我不甘心，老子要抢婚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夜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对天大吼一声，我在朋友们惊讶的目光中，孤身一人朝着昨晚落脚的小镇跑去。回音在群山间反复回响，伴随着风声一次次传入我的耳中，让我更加坚定了决心。原本大半天的路程，在我不遗余力的奔袭下，不到5个小时便走完。在镇上补给一番后，我开着停在派出所外的奥迪 Q7， 准备在天黑之前驶上大环线，然后直接开到成都。这是一条全程大约2000公里的路线，沿途尽是旷野与美景，来时一路欢声笑语，朋友们相伴左右。而此刻，我心里只有忐忑不安，以及无尽的悔恨。20多个小时后，我赶在天亮前把车开进了市区。在加油站加满1箱油后，我将车停在附近的24小时便利店外。买烟的功夫，给苏维拨出了一个电话。等了一会儿，手机里提示对方正在通话中。我顿时一阵心凉，猜到他大概是把我给拉黑了。这情况出乎我的意料，我原以为他说的不再联系只是在激我，可现在看来，这婚还抢吗？心里思索着这个问题，我迷茫了，下意识抽出一支烟给自己点燃。明亮的火星在渐渐转白的天色压制下，不再耀眼。难道爱情真就这么脆弱？曾经的山盟海誓，在此刻显得犹未可笑。随着晨曦破晓，路上的行人与车流开始多了起来。我掐灭了即将燃尽的烟蒂，坐回车上，犹豫不决。过完今年的生日，我就28岁了，而苏伟也已是33岁的年纪。我们都不再年轻，我们都需要为这一路走来曾路过的艰辛画上一个句号了。而这个句号，也正是我们2年前分开的原因。它驱使着我不断追求物质上的富足，以弥补因此在心底遗留的深深自卑。和小曼通过电话后，我驱车向着举办婚礼的酒店驶去。小曼是苏维的闺蜜，他们认识的时间远比苏维认识我要久，而她会将婚礼地址告诉我，想必是了解苏维的心意，这让我心里终于安稳了些。1个多小时后，我将车停在酒店外的停车场，深深呼出一口气，向着入口走去。宴会厅的2扇大门紧闭着，司仪的声音隐约从里面传来。此刻，站在这里，我再一次犹豫了，却不知到底是因为什么。直至听到那一声“我愿意”，熟悉的嗓音刺激着我的神经，下意识的，我猛然抬脚踹在门上，随着砰的一声，我孤身冲进了高堂满座的宴会厅，迎接的是众人或惊讶或敌意的目光。我不愿意，大喊了一声。我缓缓走到婚礼主舞台前，眼神紧紧注视着一袭婚纱的苏维。接着一切开始变得梦幻起来。苏维眼眶微红，伸手捂住了嘴巴。我看见他的表情从惊喜变成了慌张，然后是惊恐，随之我感觉后脑勺被什么东西击中，粘稠的血顺着脖子流下，然后失去了意识。醒来时，我头昏得要死，趴在什么东西上，根本站不起来。我努力想睁开眼，可眼皮简直像是被焊死了。迷迷糊糊间，我能听到周围嘈杂的声音，伴随着烧烤的辛辣味，还有淡淡的酒精味。
一阵轻柔的气息突然扑面而来，夹杂着女人独特的体香。陈浪，你没事吧？这声音是秋秋的，她怎么会在这？我心里疑惑，正想说点什么，却发现嘴巴紧紧贴在小臂上，抬不起头，也发不出声音。她今天应该是醒不过来了。秋秋摸着我的头，说道。我心里一阵吐槽她摸头的行为，心想待会儿缓过来了，一定要她好看。秋秋接着说道：柱子，我一个人背不动她，你得帮我一把。一旁有人回答说：没问题，不过得缓一会儿，你看她都喝成这样了，我也好不到哪去。这声音确实是柱子的，我脑袋顿时像是要炸开似的。柱子，他不是和那些朋友一起被我丢在了川西某座大山里吗？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这种荒诞的感觉让我思绪翻涌，转而后脊处一阵发凉，猛然坐起身，终于睁开眼，看见秋秋和柱子坐在我身旁，正一脸惊讶地望着我。这他妈什么鬼啊？我口齿不清地嘟囔着，抬头看了眼天色，已是夜色笼罩。柱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其他人呢？你在胡说什么啊？哪有其他人？我一脸懵逼，伸手摸了摸后脑勺，完好无损。陈浪，你这是喝断片了吗？哈哈哈！一旁的秋秋指着我大笑道。我皱起了眉头，依旧有些不敢相信，拿出手机看了眼，锁屏是我和苏维的合照，时间也和我决定抢婚的那天相差太远。一瞬间，碎片化的记忆终于冲破了酒精的封锁，重新归于脑海。想起来了，全都想起来了。我和苏维确实分手了，只不过那是在3年前，而不是2年前。这3年间，我们一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，直到前2天接到他的电话，和刚才在梦里一样，他说他要结婚了。哈哈哈！柱子突然一拍桌子，似乎是压抑许久的笑意，再也憋不住。嘿，秋秋，你看他那个衰样，指不定刚才梦到什么了。哈哈，我脑子里还有些混乱，没在意他的嘲讽，只是一阵伤感。别笑了。秋秋似乎察觉到了我的伤感，晃了晃柱子的胳膊，小声道。下意识的，我伸手在自己身上摸了摸。找烟吗？秋秋问了句，从一旁的包包里拿出一盒，扔了过来。我一愣，赶紧用双手接住，我熟练地撕开塑胶薄膜，从中抽出一支点燃，叼在嘴上，又开始在身上摸索起来。喏，火。这句是柱子说的。他拿起桌上的打火机扔了过来，我又是一愣，伸出双手接住，将烟点燃后，我猛吸了2口，随着2团烟雾在眼前渐渐消散，我感觉自己终于是活过来了。沉默了一会儿，我终于缓过劲来，解释道：其实我刚才不是想抽烟。秋秋面露疑惑看着我，似乎在静等下文。装你大爷呢！柱子突然骂道。我看你这不抽的挺爽吗？我瞪了他一眼，将视线投向桌面上，那里没有我的车钥匙，又望向路边，那里没有停着一辆奥迪车，我只看见一辆雅迪，心里一阵失望。我将刚才那个梦的内容说了出来，然后就发现他俩用截然不同的眼神看着我。柱子抿着嘴，极其艰难地憋笑，见我看向他，赶紧起身叫来服务员，背过我说道：单我买了，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，咱们撤吧。说着，他买完了单，朝着路边那辆雅迪走去。是的，我不仅没有奥迪，甚至连一辆雅迪都没有。像我这样的男人，拿什么去爱一个渐渐远离30岁的女人？苏伟选择和我分手，再正确不过了。半晌，燃到尽头的烟蒂将我的思绪烫穿，
烧烤摊上为数不多的人里，秋秋毫无疑问是最显眼的一个。她穿着一条牛仔短裤，翘着修长而白皙的双腿，就这么在我眼前晃荡，似乎是察觉到我的目光。秋秋那本就妩媚的脸庞上浮现出一抹狡黠的笑，危险而迷人。别光看啊，来摸摸。我尴尬地笑了笑，将头撇到一边，拿起桌上的啤酒喝了一口。别害羞啊，睡都睡过了，还差这点小打小闹。闻言，我顿时感到一阵心虚，重新扭头看向他，问道：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没用啊？他挑起眉头，点了点头，得到肯定的回应。我虽然知道这是事实，却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却听他说道：陈浪，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觉得你没用吗？为什么？我面露疑惑，下意识说道：因为你胆子太小了，做梦都不敢猖狂一点。我要是你，在梦里就该开着飞机去抢婚。再次，咱也不能开100万以内的车吧？你说，在这一点上，你是不是挺没用的？我低下头笑了起来，觉得他的话说得很荒谬，可听起来却挺有道理的。没错，你说的对，我陈浪就是个胆小鬼，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谁说不是呢？都快30岁的人了，没房没车，连烟和房租都是跟女人白嫖的。陈浪，我开玩笑的话，你当什么真啊？秋秋突然打断了我的话，不轻不重地踢了我一脚。你要是真胆小，怎么敢睡我？我忍无可忍，硬着头皮反驳道：我的姑奶奶哟，我求你别再拿这个说事儿了，行吗？那天我喝醉了，根本就没想到会这样。再说了，当初要不是你非要舔着脸跟我合租，哪来的这模档子事儿？说完，我又开始心虚起来，看着他面露鄙夷的表情，头都大了。呵，你们男人都一个样，说白了，不就是不想对我负责吗？别这么说。我一阵心烦意乱，下意识抽出一支烟，却突然想起来，打火机已经还给柱子了，只好把烟重新插了回去，搞得好像你睡过很多男人一样。话音未落，秋秋突然就火了，拿起桌上的纸巾就朝我扔了过来。是，你陈浪就是万人迷，是渣男、草包、大混蛋，所有女人都爱你，所以你那么轻易就拿走我的第一次，还没有哪怕一点心理负担，行了吧？他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渐渐哽咽了。说完，他开始抽泣起来，然后眼眶微红地望着我，咬着嘴唇，一言不发。我低头瞥了眼他紧握的双拳，仿佛感受到了他的愤怒与无奈。可是，我能做什么呢？将他搂在怀里，十分不要脸的轰轰吗？我在心里摇了摇头，直接否定了这件情侣间才会做的事。因为我和秋秋并不是情侣，尽管我们住在一起，一起吃饭，隔着一面墙睡觉，可实际上我和这个小我5岁的姑娘之间只是合租关系。我承认，她说的都是事实，我确实睡了她，那么轻易地拿走了她的第一次，可这并不是我的本意。那天我确实喝醉了，而她又是如此的美好，如此的善解人意。诚然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应该主动站出来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，那样才是让双方都最体面的做法。但我心里有个结，一直都没解开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并不认为我们俩之间的感情能够被称作爱情。我不否认，秋秋是个漂亮的没边儿的姑娘，是男人都喜欢的那一款，我也一样。可这一切都太别扭了，我又穷又颓废，走在奔3的道路上，一事无成，甚至连过去1年多的房租里，大半都是秋秋帮我垫住的。而秋秋呢，23岁的年纪，正是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阶段。
在大陆，他是一个没有名气的歌手，可在台北，他是当地企业家的千金，是公认的校花，更是与我门不当户不对的大小姐。我又不是没有经历过绝望与割离，为什么还要再经历一次呢？看着秋秋的背影，我苦涩地叹了口气，心说那就这样吧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。于是我一个人又硬撑着喝了5瓶啤酒，直到周围都没人了，才起身付钱离开，独自一人走在夜色中。前面拐过一个弯，只走大概4、5公里，再拐过一个弯，只走3、4公里，就到家了。我没有打车，心想刚好借着冰凉的夜风醒酒。果然，人在没钱的时候，除了体力和耐力，心态也总是降得离谱。拐过熟悉的路口，我直接愣在原地，只见秋秋穿着一身卡通睡衣，坐在他那辆铃木隼上，头顶老旧的路灯洒下昏黄的灯光，他手中正翻阅着一本小说，他看得认真，以至于我走到跟前，也没发现我。看什么呢？这么认真。秋秋缓缓抬起头，突然笑了起来，合起书看着我，仿佛今晚什么也没发生一样。不会是教人怎么调配毒药的教程吧？难不成你要毒死我？好害怕哟！我玩笑般说着，看见他微微肿起的眼眶，既心疼又自责。他拿着小说在我眼前晃了晃，声音略显沙哑，但仍带着一丝台湾女生的娇嗲。放心吧，我要是想整死你，保证不用毒药。我瞥了眼小说封面，失意青年的终极幻想，有些意外他听着像是赌气的回答，故作惊讶道：什么？你还真想整死我啊？秋秋原本妩媚的脸颊，那双与之匹配起来显得有些反差的纯洁眸子望着我，似笑非笑道：对啊，不过念在朋友一场，我决定整死你之前，一定买好多好多春药，往家里所有的饮用水里加一点，然后不分昼夜榨干你。我直视着他，怎么样？害怕了吗？我下意识揉了揉后腰位置，难以置信道：你不会是认真的吧？当然。秋秋眉头一挑，坏笑道：大卸8块，和牡丹花下死，任你选喽。我一阵无语，晃晃悠悠走到车前，示弱道：行了，我的姑奶奶，我认输了还不行吗？都这么晚了，咱回去睡觉好吗？听我这么说，秋秋立马换上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双手捂住领口，眉头微蹙说道：流氓，谁要和你睡觉啊？我醉意更浓，憋着笑和他对视，心里升起一股奇怪的感觉。路上，我坐在秋秋后面，手搂着她的腰，同时按住她睡衣的一角，免得被风吹起。喂，你回家睡衣都换上了，为什么还要骑车来接我？她不屑地气了一声，说道：谁说我是来接你的？别自作多情了，那你大半夜在外面瞎溜达啥？很危险的，知道吗？看书啊？你瞎吗？好，好，好，这么完是吧？看来我在你眼里不只是瞎，还很傻是吧？秋秋没有反驳我，笑了笑，便沉默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拐过一个弯后，他突然开口小声说道：如果不是坐在我的后座，再就是那天你喝醉了，你大概永远都不会主动抱我一下吧？听他这么说，我哑然。我和秋秋是在成都草莓音乐节上认识的，更准确地说，不能叫认识，因为我们只是遥遥地看了对方一眼。她的穿着、样貌、身材，都给我一种十分放浪的感觉。如果只是看见她的背影，我的眼中大概会先后闪过惊艳、欲望，还有鄙视。可偏偏我在人群之中与她对视了一眼，那双清澈的眸子仿佛能够口吐人言。他们告诉我，这是一个纯洁简单的女孩，没有世俗与枷锁。
我当时就信了，但我没有勇敢地凑过去和他索要联系方式什么的，因为当时我刚和苏维分手1年多，旧伤未愈，更害怕新伤。就这样，我和秋秋在茫茫人海中悄无声息地分别。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遇见他，可有时候，缘分就是这样奇妙。同一天晚上，我就在一家酒吧里再次碰到了他。他站在乐队主唱的位置上，黑色露脐短袖搭配一条低腰牛仔短裤，十分常见的夜场穿搭。我悠然记得，当时他唱了一首《万千花蕊慈母悲哀》，这是一首闽南语歌曲，多元与混搭的风格令我痴迷。虽然听不懂歌词，但其中夹杂着深情与绝望的情感，引起了我的共鸣。秋秋站在舞台上，眉眼间流露出的气质，像神女般睥睨众生，好像随时都可能会引来佛光普照，超度在场的每一个人。我以为他是酒吧的驻唱歌手，直到后半夜，他将话筒交给了一个留着长发的男人，走下来在我对面坐下。这时我才知道，他在这唱了前半夜，只不过是临时顶替别人而已。得知这些后，我们便聊了起来。我问他，你在这替别人唱了这么久，酒吧给你多少钱？秋秋说，没钱呀，这里的主唱是我朋友，而且我不唱的话，酒吧也不过就是前半场演奏纯音乐而已，没什么区别。我又问他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有你没你都一样咯？话音刚落，我笑了，秋秋却生气了。我一愣，连忙和他道歉。秋秋倒是心态很好，摆了摆手说道，其实你说的对，我喜欢唱歌，可很多人不喜欢听我唱的歌。有我没我都一样的。听他这么说，我赶紧表明自己的看法，我觉得你刚才那首歌唱的就很好听啊，别人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非常喜欢。秋秋面露质疑审视着我，眼神中透露出浓浓的警惕。实话实说，你不会是想泡我吧？我面色一凝，有些无语，但还是替自己辩解道，我就说一句喜欢这首歌，就是想泡你了。那我喜欢的歌可多了去了，难不成我还想泡那些明星歌手不成？见他不说话，我想他是在为自己的自作多情尴尬。莫成想他接下来一本正经说道，理由倒是勉强合理，就是有点牵强了。我看着他，一脸无语。聊着聊着，我电话突然响了，一看，竟是房东老吴打来的。接通电话，交谈中我一阵愁眉苦脸。我实在没想到，老吴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，竟是为了催我交房租。在我的哀嚎下，他给我的理由是，现在已经过了12点，而我已经拖欠了足足3个月的房租。对此，我自觉理亏，只好再次用起了拖字诀。可好说歹说，这回老吴态度异常强硬，非要让我立刻把房租交了。争吵了好半天，我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了，毕竟旁边还坐着一位美得不像话的姑娘呢，这不纯纯让人笑话我吗？要是搁在平常，我秉持着绝不要脸的原则，跟老吴打上几个小时的太极也是轻轻松松。一气之下，我骂了一声草，直接将电话挂了。一旁的秋秋偷听了半天，适时的见缝插针道，你这房东也太不近人情了，大半夜的催房租。至于磨，其实也还好了。我讪讪的笑着，说道，算起来3个月的房租，加起来，我欠了老吴足足9000块。他火气这么大也情有可原。至于大半夜来催房租，主要还是老吴足够了解我，彻夜不归都是常事。要不你跟我合租吧，房租一人一半，能省很多钱呢。秋秋突然来了这么一句，我满脸疑惑地看着他，愣了好半天，实在是没想到他的思维是怎么跳到合租上来的。正要开口，手机突然再次响了，
我拿起来一看，竟是老吴打来的视频电话。我皱起了眉头，心里涌进一股不祥的预感，按下了接通键。陈浪，你看好喽，现在立马把房租给我交了，不然我把你东西全扔出去。视频里，老吴站在我租的房子里，转动着视角，骂道：我靠，你他妈太过分了！老吴，你房子我租了这么久，咱好歹也算是朋友了吧？至于这么逼我吗？是朋友你欠我3个月房租，你也别跟我嘴贫了。我跟你实话实说，我过几天准备相亲，急等着用钱，你说什么都没用，赶紧把房租交了，我等不了。说着他就开始搬我屋里的东西。老吴，你别着急啊，我给你想办法还不行吗？我焦急地说着，他却不急不缓地卷起了我的铺盖卷，根本没有理会我的意思。我看，你还是跟我合租吧，我刚来大陆不久，还没租房子呢，你欠的房租，我可以先借给你，怎么样？一旁的秋秋凑到我身旁看了半天，突然说道。我心里10000个不愿意，可一看手机荧幕，老吴已经把我的铺盖卷扔到楼道里了。喂，老吴，快住手 ！Stop， 他依旧没回答我，冷着脸进屋继续搬东西。我靠，怎么会有这么舔狗的人呢？为了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，连我们这么多年的邻里情谊都不顾了。话音刚落，老吴终于开口，我不管，我都50好几的人了，还没有媳妇儿，今天说什么你也得给我搬出去。我愣住了，扭头与秋秋对视了一眼，他小鸡啄米似的点头。无奈，我叹了口气，对老吴说道 ：“Stop， 别搬了，待会儿我还得往回搬，钱我给你行了吧？”听我这么说，老吴顿时停下手里的动作，难以置信道：“真的？你别想再骗我，真的，你先把东西给我搬进屋里，我马上就回去。”就这样，秋秋成了苏伟以外第2个和我住在一起的女人。说真的，和秋秋这样颜值高又有钱的姑娘住在一起，一般人肯定是求之不得。但我不一样，虽然我和苏伟已经分手1年多，可我一直相信，我们依旧互相深深爱着对方。分离，只不过是暂时莫能在现实问题上达成共识，所以我心存希望，我和苏伟总有重归于好的那天。而在这之前，我要洁身自好。秋秋的出现，或者换句话说，是我无力支付的房租，打破了我的这个念想。万一哪天苏维突然来找我，却看到我和另一个女人同处在一个屋檐下，他会怎么想？我忧虑着这个问题，转而又被另一个问题缠上了。我的念想似乎太过自我。苏维当初和我分手的原因，是我没有能力在上海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给他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。而现在，我其实还无力支付在成都1个月3000的房租。苏维怎么可能会回来找我？难道还要跟我一起吃苦？他已经过了30岁，没有那么多时间陪着我浪费了。想清楚了这些，渐渐的，我就开始不那么抵触秋秋了。我们一起住着一个离市中心比较近的老破小2室1厅的房子，他一个房间，我一个房间，其他都是公用的。我没必要也根本不可能处处和他保持距离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在同一个时间段被对方定的闹钟吵醒，就开始火急火燎地争夺卫生间的使用权。不过，实际上我们还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，不然那晚在酒吧也不可能聊得起来。秋秋是个机车爱好者，他的那辆铃木隼，我后来特意在网上查过，至少也在15万左右，甚至更高。我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骑着10几万的摩托，还要和我挤在一个这样的房子里。但事实就是这样发生了。
我该为此感到庆幸。秋秋的出现虽然剥夺了我对这个房子使用权的一半，却也让我避免了被老吴赶出去的下场。这1年多里，我似乎是被一段感情耗尽了上进心，不再想要拼命地提升自己。我重新拾起了大学时期的爱好，摄影，并为此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买了一台价格不便宜的相机。这也是为什么我遇到秋秋时已经连续欠了3个月房租的主要原因。玩摄影真的太费钱了，因为这个爱好，我没有固定的工作，只是偶尔能接到一些乱七八糟的私活，勉强维持生计。不过令我欣慰的是，秋秋也好不到哪去。他在这里住下一段时间后，经过他那个朋友，也就是柱子的介绍，成为了一名酒吧驻唱歌手。我只能说，秋秋是个非常纯粹的音乐爱好者，他向往的音乐世界是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，所以即使有了份还算稳定的工作，他也只是隔3差5，最多也就是隔天去上班，其余时间他会背着吉他骑上摩托，四处闲逛。用他的话说，就是在他看着顺眼的地方唱他想唱的歌。我问他，在酒吧驻唱就不能唱自己喜欢的歌了？他说，那当然，这毕竟是一份工作，我还得照顾那些顾客的感受，多麻烦呀。我笑了起来，摇了摇头，不认可他的说法，觉得他就是单纯的贪玩而已。秋秋突然火了，似笑非笑地说道，那你平时在街头或景点拍照，会不会也想着接点内衣模特的私活来拍拍呢？我被他问得一愣，思索一番后，发现这问题竟是一个十分无解的阳谋。诚然，我当然喜欢拿着相机四处游走，随心拍照，这样更加自由。不过接的那些私活嘛，虽然要求会很多，但我也并不反感啊。我嘴角一歪，控制不住地笑了起来，说道，那我还是更喜欢自由一点。至于那些模特什么的，都是工作需要而已，我才不想和他们接触呢。说完，秋秋直接就笑了起来，指着我骂道，陈浪，你真是个伪君子。我顿感无奈，反驳道，我都按照你想的说了，你还要骂我？那看来你才是个真小人。哈哈，伪君子和真小人吗？怪不得我们能住在一起，都不是什么好人。我白了他一眼，辩解道，别带上我，就你不是好人而已，我是假的，你是真的，字面意思懂不懂啊？啊？秋秋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，惊讶道，陈浪，你是想说你伪吗？我眯起眼睛看着他，一脸无语。我和秋秋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开玩笑吵架，他就像一只小吉祥物，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为我招来了许多活力与光彩。我得说，秋秋真的很喜欢买东西。在他住进来以前，这个老房子里只有我的日常生活用品，再没有其他多余的东西。可他住进来以后，家里除了我的卧室外，到处都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物件，公仔、积木、拼图、风铃、彩灯，我能想到的，还有我想不到的，全都出现在了这个房子里。这让我回想起了自己20出头的时候，似乎也没像他这么整天活力满满啊。有一次他骑着摩托带我出去兜风，实际上是想让我给他拍照。路上，我搂着他纤细的腰，突然想起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风声很大，我只好抱紧了一些，贴在他耳边大声地问道，你说，那天在草莓音乐节上，你为什么盯着我看啊？这是我一直以来都好奇的事，只不过直到此刻才问出口。秋秋也不知道听清了没有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就在我正要再问一遍时，他也大声说道，因为那天你站在人群里面，太显眼了，所有人都玩得那么开心，只有你一个是满脸忧郁的。我当时就在想啊，
如果每天醒来第一个看到的是你，那我一定能创作出很多首优秀的作品。我皱起眉头，没理解他的话，问道：我满脸忧郁跟你能不能创作出好作品有什么关系啊？他回答说：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嘛。你那天的样子，就像是个被生活压迫的体无完肤的人，而我呢，从小到大过得都太顺了，这样是写不出好歌的。终于得到答案后，我心里有些无语，翻了个白眼，继续问道：所以那晚在酒吧，你主动接近我，还有要求和我合租，就是为了沾沾我的忧郁气息，好创作新歌吗？秋秋点了点头，高高扎起的马尾在我脸上一通摩擦，然后说道：是，但也不全是。当时我看你交不起房租那么可怜，就想着帮帮你呗，反正我总要租房子的，跟你合租，不仅能替你解燃眉之急，还省钱，而且我在大陆没有亲人，更没石磨朋友，一个人住也不安全，一举三得嘛。那你和我住在一起就安全了，你不都说了吗？我是个伪君子，可是当时我们才刚认识而已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个伪君子呢？那你现在知道了，还觉得和我住一起很安全吗？秋秋的高马尾又在我脸上一通摩擦。为石磨？我往后仰了仰头，问道。秋秋沉默了片刻，更大声地喊了出来：因为我喜欢你啊！要说起来，缘分可真是奇妙，我终究还是和秋秋在一起了。至于那个心里的结，我后来不常想起，便也就渐渐忘记。我们依旧住在一个房子里，不过不再隔着一面墙。我每晚和她睡在一张床上，将她搂在怀里。这个比我小5岁的台北姑娘，像一束光，像一阵风，照亮了我的心房，也吹开了我的心门。秋秋曾问我：陈浪，你有什么梦想吗？我想陪你一起实现。我想了想，回答道：我是转眼间就要30岁的人了，一颗炙热的心已经逐渐苍老，早就没梦想了。他眉头一挑，说：你是在念诗吗？搞得这么文艺，你是文艺青年呐。文艺青年可是不会老的。我无奈笑了笑，问他：那你呢？我没有梦想，你有不就行了？我可以陪你一起实现吗？秋秋皱起眉看着我，似笑非笑的表情，说：那还是算了吧。如果2个人里只有一个有梦想的话，我们肯定会越走越远的。我才不要那样，我只想我们在一起，自由自在的，你每天都可以抱抱我，这就足够了。我笑容一致，心说这样的生活也许快乐，却很有可能不会长久。看着眼前充满活力的姑娘，我终究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。我和秋秋在一起的第6个月，也就是苏维和我分手3年半的时候，这天我坐在卧室里用笔记本电脑翻看着照片，秋秋在卫生间里洗澡，我连续点击着滑鼠，正为我们之间1万多张的合照感到意外。这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，打破了我的思绪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竟是小曼打来的。疑惑间，我接起了这个改变我人生轨迹的电话。小曼说：苏维在半年前去世了。我怀疑自己听错了，又问了他一次，再次得到这个答案后，我两眼一黑，竟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。稍微缓了缓，我瞒着秋秋买了张机票，连夜飞往上海。后来我从小曼口中得知，苏维的绝症其实确诊3年多了，算起来正是他和我提分手的前几天。知道这一切后，我生活里的一切都变了，心里的那个结又重新露出了头。再后来，我和秋秋分开了，他在我们共同生活过的房子里留下了许多他曾来过的痕迹，可他本人却彻底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。有一次无意间我打听到，他原来回到台北，
继承了家族企业。在此之后，许多个难眠的夜晚，我偶尔也会想起秋秋，这个陪我走过人生低谷期的女孩。我想起那些悠闲且自在的午后，她骑着摩托，我背着吉他，挎着相机，漫无目的地在成都游荡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夜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夜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